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藏王閣變創記》的這套應龍衛英雄級鋼雷。相對來說，英雄級是一個小比例，但是預約的特點裡邊還會帶一個小小的鋼雷 Q 版的比例身材，會顯得更加的萌。纸品方面，說明書人物卡 Q 萌的小特点也带了说明書人物卡。我們先來看这個小可愛，它屬於是一個半拼裝的玩具啊，身體的這一塊是已經組裝好的，其餘的球關部分需要自己插拔一下。身材比例方面看起來還是非常可愛的，在10公分左右，感觉和布鲁可有點像，而且身高方面跟这個群星版也是差不多的，但是頭相对來說會更大一些。頭雕的刻畫還是非常漂亮的，塗裝非常的細膩啊，脖子球形關節來回的活動，點頭抬頭，因為脖子有2段變形的關節，範圍還可以進行更多的伸縮。肩膀位置這裡是球形關節。手肘一段關節屈臂的幅度還是非常大的，腰部左右有旋轉，胯部的活動範圍，球形關節開口處非常大，本身也是一個球形關節，所以可以左右旋轉。但是礙於變形機構的限制啊，它這一塊腿肚子有擋到，所以屈腿的幅度大概只有45左右。腳踝球形接地。腳尖這裡還有一個獨立的活動軸，也是变形的需要。变形的話就是需要插拔了。武器的這把劍是它的尾巴，畢竟是預約特點，相當於贈送的一個產品了，所以對它的變形奢望也就不太多了。很可愛的樣子，能做出來個大概齊。手臂跟這樣翻轉一下，打開，拳頭轉進去，龍爪子翻出來，旋轉180度，往前90度折疊，就放在這兒就好了。後背的這個蓋子整個張開，腦袋旋轉180度，然後在這個位置啊，說明書上你直接折過去，其實根本就扣不過去啊，因為背後這裡會有一個軸頂着。我們這個時候啊，可以把腰部擰一個90度，橫過來，騰出更大的空間，這塊板子就能繼續的更往後折一些。腦門和這個位置就不干涉了，活動一下這段的雙關節，先把頭低下來，就剛剛好擠過去。頭放進去之後，背後的蓋子翻過來，龍的脖子順着根部的球形關節旋轉180度，根部這裡也是2段的軸，往後推它一下，再把前方黑色的蓋子擋住脖子下方這裡空洞的位置，上半身變好，再把腰部擰回來。龍腿的變形，我們直接從裡邊把腳連同龍腿折出來，根部的位置有插扣，結合鎖上，接着把人形的腳尖貼上來。变成龍的腳後跟兒，2條腿這個時候就可以翻折個180度，拉上來。襠部下方有2個凹槽，把它的褲腳邊這2個方塊插進去，然後把後肢擺一擺角度，掏出來武器的尾巴。一開始我還想着啊，它這兒設計的中間有一個孔洞。是不是把這玩意兒插進去，然後再結合？其實不是啊，它這一塊插不上。它的扣合點在哪兒呢？膝蓋的位置這兒有一個拐彎的空槽，用這2個側面去夾它，同時再把膝蓋這2邊的扣子鎖上，裙甲翻下來。所以這一塊尾部插上去以後，它是這樣的狀態啊。所以呢，我覺得這就是個事兒。你與其已經插在了2個膝蓋的位置，把它夾合起來，這塊還是挺穩定的。前方在背後中間的這個空槽，其實就沒有必要設計了。尤其它這個地方的轉軸啊，本身就是在干涉它頭部的一個翻出，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樁子的插孔，所以頭部干涉的時候，你必須要把腰部90度撇過來，讓這個背板開得更大一些。那現在其實已經改了扣子了，用雙腿去夾了。那中間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把它抹平掉，對吧？你在变形過程中還省了一步左右翻轉，估計是後來改模的時候把這個地方就沒有修到啊。好，龍形我們現在就變形完成了，非常可愛的一個小腕龍，嘿，有那麼點意思啊。樣子來說其實還是挺可愛的啊，很可惜因為變形結構很簡單，尾巴這裡沒有什麼可動。後肢這裡倒是也有多段的活動關節，根部這裡是球形，還可以往外的稍微撇一撇。前肢這裡是人形的胳膊，可动的範圍也不錯。脖子這個地方，這兒設計了一段球形關節，可以來回的旋轉。然後在脖子的根部這裡也有一個球形。嘴巴可以張開，
打開的幅度還不錯。眼睛這一塊是用獨立的分件做的眼睛的顏色，然后我們再把它变成合體狀態。先把这根武器從中間撥開，卸下來。下一步我們需要把這個裙甲稍微的撩起來，下方這裡是有橫豎2個插扣的，我們把腿旋轉過來，再曲起來，腳底下橫豎的2個插槽對應裙甲下方這裡鎖上，就是很簡單，把腿放在後面，這裡固定一下。哎，好，接着前肢這裡卷一下。其實這個龍爪子，我覺得可收可不收啊，無所謂。到這個樣子，拳頭不放出来，隱藏度也會很好。而且這個爪子可以按個人的需求，想擺在哪兒無所謂了，就擱在這兒就好了。接着前方這一塊的蓋子打開，再拉開這一塊蓋子，把合體的這塊關節往下折疊。放下來之後，脖子獨立的翻過去。剛才人形脖子會翻出來一個後勾的扣子，順着中間的凹槽這裡給它插上，把這合體關節固定起來。好，最後把龍脖子翻折放下来，这個龍頭插在這兒，然後這個胳膊轉到這兒也行啊，轉到這兒主要是露着倆窟窿啊。但是放成這個樣子呢，感覺這一塊又有點單薄，看個人的需求喜好吧。反正它也沒有什麼固定的一個位點啊，想放哪兒無所謂。說明書是讓你放在这個位置。那現在就是它合體的一個小腿的部位了。將來以後這2個滑槽應該是插腳板的，順着這裡連接大腿。哦，變形還是很簡單的，但是很可愛。也是看最後這個家伙合體起來，這個 Q 版是什麼樣子啊，還是比較期待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中号英雄级的鋼雷，個頭方面，人形到頭頂在18公分左右，到肩膀的高處就25公分了，主要插着炮嘛。炮也有很多種的搭載方式啊，從中間這裡分開。一開始我開盒的時候還納悶，我是順邊了，是不是中獎了？其實不是，它就這麼設計的。這2個可以跟這樣插在一起，把中間的棍子翻下來，這一塊搭在肩頭。彈幕倉按自己的需求來吧，當然這個握在手裡邊也可以當槍使，跟這個大刀對插起來，當然也可以組成一把更巨大的劍。這個尺寸就更加的誇張了，全身都是亮閃閃的金屬漆處理，塗裝效果非常的不錯，做工質感也很高級，而且水口這些飛邊的控制都非常的好，背後看起來乾乾淨淨。但是很可惜，也是因為礙於尺寸比例的關係啊，它這個龍脖子和尾巴就無法像那個最大級別一節一節的伸縮出來，可以變成4臂的模式，它只能是擺在後邊當成2個甩下來的造型零件，或者說披風吧。當然背後這個地方還有非常多段的旋轉關節，擺成這個樣子也可以，但是無法跟胳膊進行互換。在關鍵的關節位置都使用了合金的雙軸，雖然身上並沒有齒輪關節，但是這些關節的阻尼感做得不錯啊。脖子球形關節來回活動的範圍雖然不能360，也夠用了。脖子根部這裡也有2段的來回抬動的關節，幅度還挺大。肩膀的位置稍微的拉開，平舉90度是沒有問題的。背包也可以把這2塊拉起來結合一下，擺成這個樣子也挺帥氣的。這樣就不影響肩膀360度活動。在旋轉的時候嘎吱的聲音是因為這裡邊替換了賽鋼料子，所以這賽鋼料子的特性啊會有摩擦的噪音。二頭肌根部360度旋轉，胳膊肘2段合金關節對折起來180度沒有問題。手腕左右旋轉，下4指都是連在一起的可動打開手。腰部左右旋轉360度，裙甲拉起來。前踢的話，你得避讓開一些裙甲，不然是踢不平的，這一塊會頂到。稍微的借一點角度，可以踢到90。後踢也能踢平，側抬甚至能舉到更大的幅度。大腿根部左右旋轉。不過大腿後方這裡會出現偷膠面，膝蓋位置這裡是合金的關節，可以折到90度。腳踝球形關節的接地，這個軸會特別的緊。那我們也是來把它變成龍形，
首先還是來收纳手臂，这块不好抠的时候，可以把手背转过来冲外，这就有指甲缝了。把它打开，然后连带着龙爪子和人的拳头一起翻过来，扣子扣上。注意后方这里还有一个遮盖板，翻下来把这个窟窿堵上。接着就可以把胳膊旋转90度往前。这一块肩胛90度往后撇一下，注意这块的位置下方的转轴，它拆的时候是从中间的灰色部位，红色的这一条缝隙线往开打。哎，可以看到胸甲是前端这里拆出来一半，把它打开之后，脖子稍微挪动一下，头放一个90度下去。检查一下后脑勺的位置放平，不干涉的时候，再把胸板盖起来。现在我们把背包结合的这一块位置打开，这2个钩子解放出来，然后顺着这個球形關節先旋轉一下，騰出來空間。後邊中間鎖着的一塊銀色板子打開，然後把這一塊整個的背包中間的連桿拉出來，在拉的同時，這一塊脖子旋轉到前方，這一塊的尾巴就順勢給它擰到後面去，然後翻個180度，擺好角度以後，再順着中間的這一塊連桿轉橫90拉過來，這樣把頭和尾先大概的擺放好位置。腿部這一塊的變形也是比較簡單的，相對來說比那大的簡單很多了。腳尖先往後翻，這裡邊有一個 Z 字折疊，把它縮起來，變成了龍的後肢爪子。然後把腿肚子中間的這一塊旋轉180度翻到外側去，上邊帶紅色的零件打開，擰個180度，然後這裡的雙關節往後放，擺成這樣。再把這個腳尖擰到前方，這龍腿就變完了。其實看似很簡單，但是說明書畫得太繞了，就是很多可以一步搞定的簡化步驟啊，它給你分了很多步。膝蓋這個位置是兩段的關節要一起折，2個都要折啊，不光折一邊。目的是什麼呢？邊緣的這個方樁子，2個對合起來插到上方的這個洞，對齊就算變到位了。所以呢，這就說起來呀，不論是變龍的形態，還是最後它的合體形態，這一款身上有的定位點不是很明晰。哎，把它同時的插進去，然後把這一塊金色的邊緣摳開一半，180度折過去，膝蓋甲根部的球形關節轉到前方，2條腿我們現在就收納好了。接着把中間的軸壓下來，在銀色的邊緣這裡有2個凸起，卡在這一塊，放下去。脖子前方這裡也是根據根部的這個雙段的軸往下折，折下來之後，脖子下方的窟窿跟這一塊的蓋子對上，插合起來，把這裡結合處，金色的蓋子再放下來。然後兩邊的空槽，把2個肩帶旋轉180度擰上來。注意在這一塊的根部其實是有一個滑槽的，如果夠不到的話，試着這一塊是不是沒有拉到頭。翻下來之後，根部這裡的插孔對應上下有2個孔，插到底下的那一個，把它扣進去。脖子處理完成，拿出這一塊，順着中間的扣子插到後背，2個泡就可以左邊一個孔，右邊一個孔，插到後背背起來。背後背着一大坨的武器，想起來小時候看的一個動畫《超霸恐龍》。尾巴這裡邊雖然說已經沒有了那個伸縮的機構變胳膊，但是多段的關節還是有所保留的，活動的範圍都挺不錯的。後肢這裡來回的旋轉。中段這裡的90度折疊，腳踝這一塊是大的球形關節，接地的範圍很大，根部這裡也可以來回的擺動。前肢因為是人形的胳膊，所以可動的範圍也可以。龍脖子前方的每一段關節也都能旋轉，嘴巴也可以打開。所以之前就在說，英雄級是一個很適合放在手裡邊把玩的尺寸，變形的難度也不高，很有邏輯性。其實它的大體邏輯跟那款最大的版本是差不多的，但是大比例又因為身上有了更多的遮蓋的零件和一些脖子伸縮的機構啊，看起來變形就比較複雜了。那我們再把它變成合體的形態，也是把背後的這些武器先給它摘掉。
手部我們就還原成人形的狀態，這個胳膊翻開，把拳頭和龍的爪子換一個方向折回去，然後對折一下，旋轉個180度，盡量的做到什麼位置呢？咱們把拳頭轉過來，如果能藏進這個凹洞裡邊為最佳狀態，就放成這樣就行了。先折上来，腾出空間来。2條胳膊变形完成，我們需要把肩带這一塊抠開，根部這裡拉長，順着這邊的球形關節旋轉180度，拧到前方來，先耷拉在這裡邊備用。然後注意看肩膀位置下方，這裡是有一個滑槽的，這兒有一個圓形為中點，我們把這個滑槽往後推过来，就可以90度的往後翻了，也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所以就等于把肩带拆開，肩膀滑過去，騰出空間來，再把這一塊旋轉耷拉到前方。好，接着拆開脖子下方這2塊插扣擋板的位置，整個的脖子翹起來，尾巴的插扣打開翹起來，把前裙甲翻折起來。这個腿部它不是直接去扣合的，你需要把它的扣子先拆開，中間对合的2個扣子從上方這裡拆開，然後這一步說明書畫的也不是很明晰，我們需要通過膝蓋的下方這一段轉軸，盡量的往下壓。你腿部先撇正，上方的關節不要動。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讓大腿完全的收納到小腿的裡面去。壓到最底，這個時候需要調整的位置就來了。我們先把這一塊整個的這塊零件雙關節先打開，然後旋轉180度挪過來。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可以看到在金色的邊緣有一個弧線的凹槽，它對應的其實是合金轉軸的這一塊弧線。我們把這裡先找上去，然後又是一個說明書遺漏的扣子啊，它在大腿後面有一個長出來的邊緣，對應的是這一塊凹槽中間位置的這個扣子，就挺不好找的啊，而且還要適當的調整膝蓋這一塊的雙段關節裡邊的一個干涉關係。最後的目標就是把這個扣子插上，這個很關鍵，一定要把它插到嚴絲合縫，完全的夾緊之後，再用上方的裙甲邊緣折下來，跟這一塊銀色的鎖扣進行結合。好，插住。這個裙甲是斜45度的造型，所以這個扣子是斜着頂上去的。這側面橫過來的這個扣子也是斜45度。這個腳丫子我們就可以跟這樣稍微的往上抬放一下。另外一條腿的收納同樣打開這一塊的雙段關節，紅色的零件往前翻，注意倒角的位置讓過來，把它的這條線貼平，然後旋轉一下往回窩，這一塊的弧線找中間的凹槽，目的主要是這個縫隙對這個扣子，這塊就不好扣了。但是如果前方你像我的變形過程這樣都找準的話，套上去，上方的裙甲再跟斜着的這個扣子鎖住，這裡邊就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鎖定，這個才算是變形到位。腳折過來，盡量的往上貼合，包成它的腿肚子。這塊得打開啊，先不要找。然後胳膊90度先轉過來，我們把它放橫，中間這裡會出現一條凹槽的空間。現在就要處理龍脖子的位置了，這一塊在說明書畫的也是非常亂的。其實給你們一個非常好理解的狀態，可以看到這個根部的雙段關節，人形和龍形都是在上方的，但是變成合體形態的時候，我們需要把這個軸擰下來，讓這個雙段關節朝下，然後在雙段關節的這裡邊還有一個轉軸，我們捏着它，再把頭和尾擰過來，也就是說，在合體關節的狀態下，這一塊的雙軸是在下方的，根部和這一塊的造型零件都朝上，只換中間，這是這一塊最關鍵的一個難理解位置吧。
然後我们轉一下，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中間的 T 字滑槽繼續往上翻，這兩塊往下倒，折過來。折過來之後，用這個銀色的板子往後夾，這裡邊其實有一個邊緣鎖啊，折到底以後，把這就等於是鎖住了。現在檢查看一下這兩個軸的位置關係，主要這裡邊轉的太多了，就很容易轉亂了。接着從這個地方旋轉90度放下來，讓這兩個金色的零件衝上。放在這兒，脖子和尾巴中段這裡都有一個球帶軸的黑色關節，順着根部的這個轉軸折疊90度，折下來。折下來以後會翻出來兩個扣子，在這兩塊有兩個防槽，對應它插在這裡。下一個扣點，裙甲側面斜着的這個插扣，對應的是這一塊銀色的當邊兒，我們就通過根部的這一塊球形關節轉橫90度。龍頭側面這裡有兩個小揪揪，對應的是肩帶這裡的兩個洞，所以再把頭擰一個90度，把這些位置都擺得差不多，開始找扣子。這一塊折下來，通過根部的雙段關節往上提，提上去，找準這個扣子先套上。如果你發現這一塊的空間不夠，那肯定是腿部的這一塊雙關節沒有從根部折到位。如果發現這一塊夠不着或者空間不夠，那你需要檢查這個軸的雙段關節有沒有放到下面。所以這個是很關鍵的地方。當把這個扣子找準定位放上去以後，龍的脖子根部有很多的球形關節，我們調整一下，斜着把這個扣子插在裙甲上，最後肩帶旋轉下來，跟龍頭側面這個凸起結合。鎖上，胳膊沒啥定位點了，就擺在這兒。其實理想的狀態是挺好的啊，脖子盤過來環環相扣的鎖定點，但確實調整起來這些關節的軸還是稍顯麻煩一些，主要沒有一個確定的定位。在脖子和尾巴中間還有一個對着插合的扣子，把這裡找準定位。好，把這一塊兩個扣子咬住。好，兩邊都盤完。也是抱在懷裡，仔細的得調整一番啊。好，這些轉軸的位置因為太多了，還得把它都扭正。兩個膝蓋甲記得再翻折下來，相當於腳踝邊的一個造型。總體來說吧，合體的這個結構倒是也挺好理解的，但是需要調整的這些關節，還有對準的這個扣子的方向，尤其有一些扣子它是斜着下去的，並不是直來直往的。所以你要說它的難度有多高嘛，也不至於，變形的步驟不多，但是需要調整，放在手裡邊慢慢的去找軸的角度，這個太麻煩了。這也是我總在說，我怎麼去形容一款玩具，它變形變得暢快，變得爽呢？就是你只要变到位，那個扣子就等在那裡，輕輕一推就合上去了，嚴絲合縫。這個變起來會特別的暢快，特別的爽，而需要來回調整球形關節，擺各種角度去找那個對準扣子的特定的一個很苛刻的狀態去鎖那個扣子的話，這個在調整的過程中其實是很影響把玩體驗的。其實在之前的腿部成員上就有了這種感覺，也是希望藏玩閣在後續做這套映龍衛英雄級的時候，能把這些把玩體驗、找定位扣子的這種感覺、變形的流暢度能再好好的考慮一下。其實真不瞞各位說啊，我個人對於這一套的小比例的興趣甚至會高過於這一套的英雄級，總覺得這一套 Q 萌的合體擺起來應該會更加的可愛，而且這種變形簡單流暢，樣子還非常有趣的，不論是擺造型還是把玩，可能還是会更吸引我这樣的人一些吧。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藏玩閣英雄級的鋼雷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